您现在看到的这个画面啊，是5年多前，临近2020年春节，一只小流浪猫被一户人家收养，到家还没几天的调皮捣蛋，生动活泼，充满生命力的可爱样子，没有据说，是亲眼所见。正如视频封面展示的那样，在您现在看到的这个画面的几天前，这户人家的晚饭后，家中的男主人背负着2个重大历史使命，在冒着淅淅沥沥的细雨，下楼扔垃圾和取快递的途中，偶遇了这只小猫，并将它几乎没做任何犹豫的带回。而您有所不知的是，没做任何犹豫，不代表没做一丝犹豫，也就是说，多少还是做了一点犹豫。那么男主人在这里到底生发了怎样的犹豫，又是如何做出决断，将这只小猫带回的呢？我们就得从男主人是如何发现这只小猫开始说起。因为如前所述，亲眼所见。话说，在我们这位男主人下楼，按照先丢垃圾再取快递的惯常步骤，行进到第2步，也就是取快递的时候，丢完垃圾走出小区，还没看到快递小哥时，男主人突然听到小区门口一旁的草丛中有只猫在叫，但久久只闻其声，不见其猫，所以咱们的男主人出于好奇本能跟顽皮天性，就冲着猫声方向回应了几声，但猫始终没有显现，并停止了叫声。于是乎，就在男主人猫叫作罢，最终等来快递员从对方手中拿到快递返身回家时，草丛中又传来了猫叫。这一次，男主人心想，反正2大使命已然完成，索性秉承着先前的好奇本能与顽皮天性，蹲下身来贴近草丛，对着猫叫的方向，一人一猫开始了比起先前更为雷鸣般经久不息的喵喵喵。没几个来回，那只小猫终于被男主人的喵声打动，从草丛中探出头来，试探性的朝男主人走来，但小头刚露出一半，又缩回到了草丛中。但此时我们的男主人信心坚定，并未放弃呼应，继续对其探头方向循循善诱，喵声不止。终于，这一次不堪其扰的小猫彻底从草丛中钻了出来，逼近了男主人。于是男主人一不做二不休，便将小猫抓举而起，抱入怀中。由于男主人在此之前已经有10多年未曾如此亲近一只猫，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将猫抱得舒服，故此当小猫在他怀中不时闪转腾挪，在其几次被这只没人要的小猫的没人剪的指甲触及皮肤隐隐作痛后，出于生怕小猫抓伤自己，以及好不容易费尽9牛2虎喵叫之力才喜获的小猫临阵脱逃化为泡影的顾虑，在返回家中途径之前的垃圾桶处，男主人又将被自己之前当作垃圾丢掉的纸箱重新捡回，将小猫放入纸箱，抱着纸箱这才有惊无险地搭乘电梯回到家中。当男主人抱着纸箱来到厨房门口，这家女主人正在背对着他立于厨房慢条斯理地清洗碗筷。在男主人充满激动地呼唤女主人转过身来，看他手里拿着什么之后，女主人扭头一看，脱口而出：“你不是去扔垃圾了吗？怎么又拿回来了？”男主人随即一边快步上前，一边说：“你看这是垃圾吗？”但女主人看到纸箱中的垃圾实为何物，顿时炸开了锅般，花容失色，手舞足蹈，不住赞叹满心欧耶，仿若男主人抱回了一纸箱金砖。因为各位有所不知的是，女主人是一位从小便很喜爱动物的人。小时候她养过一只兔子，每天放学回家都要第一时间跟兔兔互动片刻，直到有一天，兔兔被他妈做成了兔兔肉。而在这只小猫出现之前，在我们的这位男主人和女主人喜结连理之后没几天，出于对童年的补偿以及对丈夫的厌烦，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对动物的喜爱，便前后精心饲养起了几只小仓鼠，直到送人的送人，归西的归西，最终只剩下一只仓鼠与他们作伴。由于年代久远，我已不太记得清这只小猫初来乍到的那晚是否有过胆怯跟躲避。在我对它最初的记忆中，它始终都是如同视频开头上蹿下跳，活泼好动，以及特别是话多到咄咄逼人。好了，下面开始，让我们废话少说，一切从简，给大家看这段最初的人猫共处的日子是怎样的徐徐展开。这是他从小至今最喜爱的玩具，只可惜如今这只绣球常常求之不得，因为几年前被他抓咬断了绳子，每次从侏儒沙发底下给他找出，他都能玩一会儿后让他再度消失，直到他的饲养员1年半载家庭大扫除时，再次给他在某个隐秘的角落找到。而箭头所指的是我们的女主人认为小猫会喜欢的球，同时也是我们一看到这只猫就花枝乱颤的女主人首次为这只猫精心选购的玩具。当时男主人在女主人的号令下，跟随女主人来到住家附近的一间宠物用品店，最终当女主人看到此球，并问老板这个球猫能玩吗，在得到老板的肯定答复，说猫特别喜欢，女主人便心满意足地买回家来。而让男主人和女主人都没想到的是，
这只猫根本不喜欢这个球，对这只球的态度自始至终是栓 Q， 一次都没有玩弄过。也不知宠物店老板是否想到，最好没有，否则我们的男女主人不会再光顾他的店。事实也是，的确没有再光顾他的店。如图所示，此球之大，大如拳头；此球之重，重于泰山。什么？这是什么吗？画面中不屈不挠且无自知之明、不善罢甘休的小猫，最终只能通过对人类的叫嚣辱骂结束耗时持久的战斗。
第一次带它来到户外，经历了一段居家生活，对于这个世界感到非常的紧张和害怕。给拿了一个罐头。某个夜晚，在捡到它的地方，看到一只流浪母猫，随即带它来跟同类互动，一起投喂罐头。小猫看到有点发抖，事实证明不如不见。没有见过这么大的。真是近在咫尺，又远在天边的互动。啊！搞什么？大型闯祸现场，被自己弄翻的包裹压住。你把它弄翻干嘛？给他网购的新家由男主人亲自组装、亲自部署，不管他满不满意，男女主人反正都很满意。Hello， 我来啦！又砍我的饭，转头过去。男主人吃饭期间自以为是的发号施令，不过来，又转头转过去。这个阶段，除非你关上他新家的门，否则他还是更喜欢和人类睡在一起。第一次参与人类庆生活动，有人知道男主人做的这盆菜是什么吗？到这里，这只小猫入住这户人家差不多有半年了。在这里也为大家进一步提供一下有关的背景信息和揭晓相关的谜底。其实，在最初的人猫短暂接触后，当天男女主人就为它起名叫 Tiger， 然后中间当小猫长到大概3个多月时，还被带去做了绝育。而更显而易见的，则是本片中的男女主人，当然就是我跟我的太太。而当这种彼此陪伴、互相加深了解的快乐日子一天天的度过，直到您现在看到的这只橘猫的出现，最终打破了这原本简单快乐的日子，让这种快乐的日子变得加倍快乐啦。那么，关于这只橘猫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让我们共同期待下一期橘猫辛巴的故事。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讲到这里。